我是 Hengling， 这个是一个新的 channel。为什么会有这个 channel 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啦。其实是2年前我做了第一支 video， 那时候是在疫情的那个 lockdown 的时候做的一个跳舞的对身体的觉察的一个影片，然后我放在 YouTube 2年了。我最近看回去看到我的 notification 那边，发觉好像有9000多个人，接近10,000的人有看到这个 video， 然后我就想。是不是应该要再继续做这样子的 video 呢？来分享我自己跳舞10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今天早上就突然间有一个灵感，然后我就写到下午，然后我现在就马上把它拍下来。第二支影片呢，就是关于我现在是讲太长了，是不是我讲太长了？好，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呢，就是你跳舞跳了很久，也很努力在练习了，可是为什么进步很慢，或者是停滞不前？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你练习不够，也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可能是因为你的思维模式上面出现了问题，而阻碍了你去前进。那我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上面遇到的问题，然后我自己怎样去找到解决的方式，或者是我自己领悟到什么，今天就分析了6个点来分享给你们。那我先讲一下我以前刚开始跳舞的时候的一些观念啊，就是我刚开始学街舞的时候，我觉得跳舞就是要死用力，就是往死里用力，就是最好的动作要越大越好。死命练习，死命练习，不管你做到对不对，就死命练习就是很够了的。我也不觉得音乐是重要的，所以我那时候只在乎动作。我觉得我动作做到 perfect 完美就可以了。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一开始跳的是韵律体操，所以那时候我们跳韵律体操是很注重技巧的。我们那时是没有 care 音乐的。就是偏了那个舞就塞进去那个音乐里面，变到我从小到大养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觉得跳舞就是其实不是因为音乐，就是因为动作要做到最好就可以了。我那时候在选跳舞老师的时候，也没有观念，也没有知识要怎样去选老师。那时候我们学跳舞也是只是在乎 choreography 动作而已，我也不懂什么是 freestyle， 也很怕 freestyle。这几个问题就是我当时面临的一些阻碍，直到我自己开始去 travel 了过后，我才遇到有几个很关键的老师，颠覆了我的观念，然后改变我跳舞的方式。第一个重点就是 music come first， 音乐是你跳舞的第一优先。大部分的歌，你现在所听到的音乐，都是建立在4/4拍的一个构造里面。我们在乐理里面我们会讲4拍为一个 bar。就比如说，我用4拍来重复算，1、2、3、4这个拍子，这个速度，3、4。音乐家他们在这个节奏里面玩不同的乐器，先讲鼓 ，1、2、3、4，它会打 boom、咔、boom、咔，然后可能钢琴它就会 fit in， 或者各种乐器，吉他，不同的乐器同时在演奏的时候，他们是在同样的拍子里面玩出不同的层次。每个拍子的速度我们叫做 beat per minute， 就是每1分钟我们有多少个拍子。比如说 hip hop music， 它会可能90到100或者110这样的速度里面，你开一首 hip hop 歌，你去算1分钟，它就会刚刚好，可能在95拍里面，或者是100个拍。什么是律动？什么是 groove？ 什么是 dance？ 刚才那个拍子 1、2这个速度。就是你的呼吸，它是那个歌的呼吸。在你跳舞的时候，你也要让你的身体去跟这个节奏共振。所以你在听歌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先找到你的律动、你的呼吸，那个拍子的速度是快还是慢。这个拍子它不会突然间快，突然间慢，它是很平均的。OK， 你先找到你的这首歌的呼吸在哪里，你的身体就会去跟这个频率共振。我们了解这个心跳过后，这个呼吸过后，我们要讲 time signature。time signature 就是一首歌的每个 bar 中有多少节拍，以及那个音符被记为一个节拍。OK， 好，现在我们来示范一次 time signature。OK，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乐理的知识，所以你了解这个之后呢，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好，第一个就是 half time， 就是4拍里面的每半拍就是2跟4。1、2、3、4，1、
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第二个就叫 single time。single time 就是每一拍你身体都会动，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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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double time 呢，我想要找我们的 model 来为我们示范一下，不用这样拘谨了，放手。我有点高哎，就 freak 了。那你说下吧。好，欢迎我们的 Cookies Food 同学 double time。OK， 4排里面总共8个牌。但这8个牌在这个4排里面哦，它是平均的被分配的，它不是短长，它是平均的。OK， 你先拍那个4排给我，来，我来做那个 double time。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2 3 4 5 6 7 8。OK， 我来打那个4排啊。Go。OK， 不错，谢谢啊，Cookies Food 同学。现在我们来开一首歌做示范，你听一下那个鼓声，在那个呼吸里面，但是它有玩不同的拍子。这样子稍微示范跟解释一下乐理的基础。Next， 第二点就是放下你的脑袋，利用你身体所有的感知器，比如说你的耳朵、你的眼睛、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你的皮肤、你的感应、你的感知，左边、右边在哪里？前后左右在哪里？上下里面外面在哪里？你是不是经常脑袋会有一些声音，是在你跳舞的时候，还是在你学习的时候，或者是在你跟你朋友 session 的时候，你会头脑会经常有一个声音，就是哎呦我不够好，哎我跳得很烂哦，我跳得很丑哎，哎呦我动作很卡哎，哎呦我不确定哦，哎呀这个东西我都会了啦，这个东西这样简单，哎呀我是最好的，我是这里最厉害的。头脑永远都会有很多的批判，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没有自信的，或者是太有自信、自恋的。因为我们的脑袋呢，它是充满着过去的一些记忆跟评断，或者是未来的一些预设。这个是脑袋的function，因为它要让你生存嘛，它会有这个自我保护的反应跟功能。那身体呢？身体是什么？身体就是最诚实的东西。当你头脑有一些声音的时候，你身体马上会有一些反应，马上会出现一些感受。可能它是很缩紧的，可能它是很僵硬的，可能它是很放松的，可能是还是很自然的，很开心的。所以身体其实是很诚实的。当你跳舞的时候，或者你在听歌的时候，你发现你脑袋会有出现这种声音，但是你把你的关注力放在你的身体，去感受一下你在学习的时候，或者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在跳舞的时候，你身体的流动，它给你什么感觉？然后当你慢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身体其实它是很有智慧的。其实你身体懂得怎样去调整的，他知道跟你讲，你这边没有什么力哦，你这边要稍微多一点 training。你在做一些 step 的时候，他会给你知道，原来你的重心要多一点放在脚尖或者脚跟。你在照镜子的时候，或者你在 sense 你的身体，你关注力在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答案，你看不到的盲点，其实身体已经 show 给你看了。我做不到，不是因为我很烂。可能是因为你
把你的关注力放在这里，你没有去看你身体其实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你要去倾听你的身体。Next。好，第3点 ，train smart, do not train hard。聪明的训练，不要盲目的苦练。好，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的第1点，音乐。音乐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乐器就有不同的能量、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调。鼓就有3个最基本的不同的力道的声音，就比如说bass drum， 它的声音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比较厚的。然后snare drum 它的声音就是比较轻、比较亮的。然后 hi hat， 它声音更轻，所以这3个声音呈现出来的那个调都不同。如果你跳舞是死用力的话，全部的力道都是用一种力，就其实你没有真的在听歌，因为其实答案是在音乐里面，音乐已经告诉你哦，这个声音跟这个声音跟这个声音是不同。如果你真的去对音乐好奇的话，其实你发觉音乐已经告诉你应该是怎么样跳了。当你了解音乐的不同层次、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频率、不同的能量、不同的震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完整的去运用、去表达不同的感觉出来。所以，一个好的舞者其实他是很懂得怎样去玩的。在他听音乐的时候，他会让音乐告诉他怎样去玩，而不是他事先设想，用他的脑袋去觉得我应该怎样去做。反而是即兴的，让音乐告诉他，他身体应该怎样反应。当你这样去听歌、这样去跳的时候，其实你的整个舞蹈整体看起来是更完整、更和谐的。第4个重点，找到对的老师学习。一个好的老师，他可以让你看见舞蹈技巧上，还有你的资讯、你的知识上面的事实。因为他有很清晰的分析，他用他的经验去分析了这些东西，他很能够很清楚的解释给你听。当你了解了这些东西过后，在你学习跟跳舞的路上，其实它是能够 set you free。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啦，就是在我之前还没有遇到好的老师的时候，我的老师只是教我们动作，只是注重动作，然后动作都是往死里用力，就是越大力越好，动作越大越好，狂练习。我就是这种学生，然后跟大家都是一样。直到我参加比赛过后，遇到一些评审，国外的一些评审，他们会跟我分享一些知识的时候，我才恍然到，哦，原来跳舞不是只是死用力，也不是只是跳排舞，或者是让人家看到最强的你。原来是跳舞还有更阴柔的部分啊，不是只是很 masculine 的部分，它还有更阴柔的部分，就是音乐的不同层次啊，不同层次的表达用身体啊，不是只是一种力道。所以那时候我发现这个之后，我就开始去跟不同的老师学，然后出国啊，在本地还有在国外遇到的一些真的让我改变很大的老师。我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老师叫 Brian Green， 他真的是很清楚的点出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因为如果我用那个错的方式去做的话，它会限制我在我学习其他的舞蹈的时候，限制在一种方式去动。他教的方式是很核心的去解释身体的机构可以怎样去运作，然后可以怎样去控制，还有乐理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知识让我怎样去玩。从这些很核心的知识里面，让我去创造跟表达，用我自己的方式，然后引导我去看到我的盲点。当我在上其他老师的课的时候，不同的风格舞风的时候，其实我会发觉我很清楚的观察到老师教的那个技巧其实是怎么样做的，洞察力也会变更好。因为我一开始就是用很核心的那个方式去学了，所以我可以自由的用适合的方式来学习。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学过跳舞的人，你是一个新手，多上课，然后多尝试，多观察，对你要学的那个舞蹈跟音乐先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你看到那个舞蹈大概的概念是什么之后，你再去上课，然后再去做适合你的选择。我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永远先去接触那个源头，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先去跟他们学习，这样你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啦。比如说 hip hop 这个文化，现在到今年是50周年。
如果你这样算的话，这些 creator 跟 innovator 他们大概都50、60岁、70岁。我的年代开始接触这些街舞的时候，是他们还算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他们还在世的时候，我很幸运，我可以跟他们学习。如果你在这个年代刚开始跳舞的话，我建议你们真的是可以去做一下 research， 有机会的话去跟他们学习。Next， 第5个点就是 go to the party， go to the club that play good music，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文化的开始是因为音乐，因为 party， 因为 DJ 酷赫。他在他的住的地方那边开始播歌，然后吸引到很多贫民窟的年轻人去party，然后因为他播的音乐启发到他们跳舞，所以其实音乐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你跳舞跳到一个阶段，你觉得很瓶颈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这个环境，我们开始是因为我们看到可能电视机上面你的偶像在跳舞，在表演，比赛上面人家跳舞，那个是过后延伸出来的其中一些舞蹈呈现。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跳到瓶颈还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要调整。为什么我们开始跳舞？当你了解你的身体能够做着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已经是最大的感恩了。最大的快乐了之后，其他的东西就算没有发生或者发生，其实你都会觉得是一个 bonus， 一个附加的一种快乐。所以 always go to the party or go to the club or go to the place that play good music， 去感受一下，去让你的身体很诚实的感受一下，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或者是如果你找不到 party， 或者你害羞不敢去 party， 多去 research， 去找一下那个音乐，你喜欢的音乐，多去听听不同的音乐，好像你找你喜欢吃的东西那样，去找你喜欢听的歌，不同的类型。当你听到你很喜欢的歌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动起来，因为你的身体在跟音乐共振。当你身体在跟音乐共振的时候，你不是用你的脑袋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跳，而是它让你真的是没办法，我真的是要跳的那种感觉。我不懂你有没有试过，但是我自己是有试过的。可以的话，看看你身边有没有人搞一些 party 啊，要不然你自己多听歌，接触不同的朋友，跟他们跳舞的时候，听听看别人听的音乐，或者是问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都是在听什么歌，或者是去找你喜欢的那个 dance culture 的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经典的一些 artist。艺人他们的歌，去找找看来听，可能你会找到一些你喜欢的歌，然后让那个最纯粹的那个音乐的频率，让你的身体动起来，那样你会更喜欢跳舞，而不是觉得是因为一些附加的原因你才跳舞，那会让你觉得很压力。第6点，好奇心。什么是好奇心？好奇心，当你在观察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是充满好奇心的去探索他身边的东西。可能他看到这个东西，他摸一下，他摸了他就要看，他要用他的触觉去 feel 一下，然后可能想要放进嘴巴，就是一个很纯粹、很纯真的那种好奇心，没有目的地的，没有原因的，因为他就是看到，好奇摸。他不是为了要得到奖励，或者为了要得到人家称赞去做这件事情，完全不是，完全是因为他自己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举个例子啊，我曾经看见一个小孩子啊，他在瀑布那边，他就在那个沙那边，他就开始堆那个沙起来，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很好奇的问他，你在堆什么东西？然后他没有回答我，他就在那边堆吧。然后我突然间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原来做一件事情其实不需要原因的其实不需要目的的就是自在那个过程，那个目的地就是那个体验。原来你小时候就已经知道要这么做了，只是可能我们长大了过后，因为某一些原因，我们变得很有目的性。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好奇心被抹杀了，因为我们社会的制度、学校的教育制度，我们成长背景，我们身边的所有人，我们原生家庭都是很目的性的在做一些事情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竞争比较而去做的，为了得到奖励或者是不想被惩罚而去做的。所以
我们这个好奇心其实是不被需要的，在这个生活里面。就是当你是小孩子的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然后你问你爸爸妈妈，诶，怎么这样子？然后你爸爸妈妈讲，哎，你不要问这样多啦，你做就对了啦。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举动让小孩子身体会得到这个 message， 哦，原来做就对了啦，不需要这么好奇的。就慢慢你会把这个好奇心放在一边。但是其实这种好奇心、这种观察力啊、创造力啊，是在艺术里面是最珍贵的。所以我们长大了，往往会在追逐别人的脚步，然后忘记了自己的感觉，忘记去体验自己当下想体验的事物，反而让我们错过了很多我们可能该体验的风景、该体验的事物。因为社会总是叫我们跟人家比，让我们误以为跟别人比才会进步，才是在进步。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可能每个人都很迷茫，因为大家都是在跟住别人告诉他该做什么。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关注力放在身体的感知的时候，我们才能让我们诚实的身体和诚实的心告诉你身体，可能他想要体验这样东西，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是活在你的头脑，你忘记去感受你身体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那个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反而你用你的头脑告诉你自己不要去做。如果你跳舞跳了很久，遇到瓶颈没有办法进步，很可能这个6个点你没有去做到。问题不是你不够努力，可能是你思维的模式阻碍了你。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subscribe、like and share。我们下个影片 maybe 不懂几时见。Good day.